所以这些对照就会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教养文化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要在认知上悲观，但是行动上乐观，因为我是春山出版的总编辑庄瑞玲。那今天的对谈要讨论的是台大社会系蓝佩嘉教授的这一本书，叫《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那这本书其实包含了有近60个家庭的访谈，遍布台湾不同的地方跟阶级，那也深入了一般的公立小学、私立学校跟实验小学的不同的教育体制。那大概这本书从2019年出版到现在，已经累积了总共10刷，也跟佩嘉合作的线上有声一个有声系列的对谈。相信很多读者都在书中可以找到自己的教养或者是成长的故事。那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的第3个原因是教养议题是一个当代重要的现象跟焦虑。那今天就是蛮谢谢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听到作者蓝佩嘉老师跟我们的对谈人为台湾而教的创办人刘安婷，那共同来探讨教养这个当代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说它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同时也是许多不平等现象的一个根源。那可能因为有一些加拿大的朋友跟读者还不太认识这2位我们今天的对谈人，所以我先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佩嘉老师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目前在台湾大学社会系是特聘教授。那他同时也是亚洲社会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其实他最有名的是他的关于移工的研究，前一本书《跨国灰姑娘》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本书。那我觉得佩嘉老师他的跨国研究的能力，其实也展现他在教养问题的追踪上。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对谈人安婷，她在2013大概不到25岁的时候就创办了为台湾而教TFT 的这个 NGO 组织。那安婷一直到高中都在台湾读书，后来她大学的时候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就因此开始接触到国际志工的工作以及国际的事务。那她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柬埔寨。那因为关注教育不平等，其实安婷在回台湾后就成立了就是为台湾而教这个组织，也跟一群非常热情的台湾年轻人投入偏乡的教育工作。那这几年除了教育资源的这个配置问题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安婷也特别关注教育创新。那从他的经验，我相信会对教养问题也有更多比较性的观察。那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要先说明，就是说教养到底在当代的特殊性是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说教育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那如果说当代的教育或教养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可能就是全球化。那全球化其实它带来新的风险跟新的机会，这些其实都深深影响教养上面的价值选择，然后也凸显了在阶级上有更加残酷的差距跟竞赛关系。同时当然这些还是不能够免除就是历史或传统带来的一些影响，以及因为历史跟传统在各个社会它还是有造成一些差异。譬如说虎妈现象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也就是说像所谓传统的华人教养的这种态度或是方法，它经过现代化的包装之后，它反而重新好像在全球化的舞台有了新的竞争。但是这可能这种虎妈可能搞不好也是对华人社会教养的一种刻板印象。那关于就是说这种跨国或跨文化的一些观察，我相信今天两位讲者可能会有蛮多精彩的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就先请就是佩嘉老师开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首先我要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可以跟在加拿大的朋友一起分享书的内容。那也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跟安婷再次来对谈。我想先从中文的这本书《拼教养》开始说起就是说，其实教育或者是教养跟社会不平等，在我们社会学是一个很古典的议题啊。
那但在这本书里面，我想带进一些当代的讨论和视野。其实我觉得我做这个研究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看一看身边的朋友，做父母的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相对于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其实我们都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但是我们却比上一代父母感到更加的焦虑、不确定，甚至是不安。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特别想要凸显就是台湾的一个特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嘛，所以台湾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实它都很明显的受到这个全球化的影响。不论是你的劳动市场的参与，或者是这个生产体系的发展，其实都跟全球化的这个经济脉络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书里面的很多父母其实可能都从这个台湾投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经济的果实和财富的累积。你只要在台湾的书店里面，其实你就会很明显看到教养怎么样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全球化的影响。我们要跟西方，要跟欧美日，要跟全世界的父母学教养。也有很多人向往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或者是受到更多国际这个教育体系的刺激。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是我们试图透过这些国外养分的吸取，来改造当代传统的这个教养的脚本。那第三个在书里面讨论的全球化，其实是国际迁移、经济的文化的迁移。全球化也带动了这个人的迁移，所以我们可能有中产阶级的台湾复兴，他们要到中国常住工作。我们可能有越南或者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嫁到台湾来，想要打造一个新家庭。当然在我的英文书里面呢，就比较了更多是台湾的，特别是到美国透过求学或者是专业工作。那我想这些方方面面其实都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教养好像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或者是个人的焦虑，但它其实放在是一个更大的脉络，可以让我们看到台湾这个社会它跟全球化各种面向不同方式的联系。面对全球化的教养焦虑，那书里面的劳工阶级其实他也跟全球化有很多密切的相关。其实他一辈子都住在台湾，哪里也不去，可是台湾资本的外移或者是东南亚外劳的引进，可能都影响了非常多的劳工阶级父亲的经济安全，所以很多人因此必须要到海外去娶亲。那当然他们的孩子呢，他过去可能就按着我们传统的台湾讲说照猪养的方式在拉拔孩子长，可是我们现在主流的教育脚本已经变成是什么？照书养。学校也要求家长有更多的参与，家长不能只是养，而且要教。那这些其实可能都间接了形成了对比较弱势家庭或者弱势孩子的一些压力。所以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教养与亲职以及社会不平等这三个因素怎么样连接在一起。那我先说到这里。好的，那是不是那个安婷这边有没有什么根据你这些年的在台湾的经验，有没有什么观察这样？我今天有也可以快速自我介绍。我今天觉得我有3种身份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身份是老师的粉丝，我不折不扣是个狂粉这样，所以其实我希望我今天确实是个配角，就是能够帮助更多人，可能透过我的回应或是我的问题。第二个角色其实我自从上一次老师新书发表会到现在，我多了一个身份，是一个妈妈。然后就是很特殊，成为家长的时候，我一生完小孩，一离开医院，疫情就爆发了。所以我觉得疫情它某种程度，不管是全球化或者是不平等的议题，在我个人身上还有我的工作身上，其实都是很有感触的。所以这是我的第2个身份。我的第3个身份，当然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我专业上的身份。那比起老师透过社会学家的视角，我的专业上的角色比较是一个田野工作者吧，实务工作者。特别是针对在台湾的所谓的相对弱势，或者是在地域上比较偏远的教育，不管是实验教育或者是原本的公立教育，还有这些社区跟家庭，这8年来我们投注基本上最多的时间就是在陪伴，然后在学习，在寻找解方。那前面开场我想也不用讲太久，我只想 highlight 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焦虑，就是从个体到宏观都是很值得去探讨的。那特别是这个跨国迁移的部分，在我自己身上，其实包含我在台中长大，
大，然后高中毕业的时候去了美国读大学。那在毕业的时候也是要不断在工作上在职涯上面临说，到底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下一代，我留在哪里好呢？然后这个意涵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我觉得个体跟宏观都有很多可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地方。那我觉得台湾虽然也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最后一个我想highlight 是说，特别是今天说话的对象是的台湾朋友，就是台湾经济发展这么多了，科技这么发展了，到底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年后还有偏乡？到底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资源多这么多了，为什么没有解决呢？那我觉得疫情其实凸显了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很特殊的教育不平等的一种情境。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的这样子，所以谢谢大家的邀请。佩嘉，你要不要聊一聊？刚刚其实前面就是有提了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嘛，这些全球化的这一些它所带来的新的一些机会，或者是说资源，或者是说他对于父母他们对于教养的或是对孩子的未来有新的想象，那这些它其实怎么样就是说表现在不同的阶级上面，可不可以跟读者有更多的描述这样子？其实像刚刚安婷提到说，这书想要做的就是一个 map， 像一个地图一样，教养的地图。那其实我在研究这个，小瑞刚刚提到，刚开始我们是从四个不同的小学，2个比较中产阶级，2个比较劳动阶级。但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说，其实中产阶级它其实是一个很一致，它不是铁板一块，好像大家的偏好的教育方式或者是教养风格都是一致的。那我觉得这在台湾尤其可以很明显看到那个分歧。比方说在书里面其实有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天龙国小的学校，那它或者是里面有很多私立小学的家长，他们大概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希望培养孩子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他们尽可能让孩子接触更国际性的，然后准备他们可以迎接未来更激烈的这个全球人才的竞争。那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模式呢，是可以保障孩子的经济安全的一个教养策略。但是我也看到台湾有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同样他们希望保障孩子未来的安全，可是他们可能觉得除了经济安全，可能情绪安全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面向。什么样的情绪安全？比方说他希望孩子不要过早的暴露在过大的这个学术压力之下，那他不希望下一代的孩子像他成长的过程一样，可能要经历很多比方说体罚啦，或者是治愈独尊然后抑制自己的兴趣或者是其他面向的发展。所以你就部分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他们会开始朝光谱的另一端移动，就我称之为规划自然成长。那用我们常见术语来说，就我们常听到就是让孩子要怎么样适性发展。但即便如此呢，其实父母还是要做很多看不见的规划。那刚刚讲的是中产阶级的状况嘛，那劳工阶级其实也是一样，我也觉得在台湾看到的劳工阶级也是很多元的。那如果我们看美国的研究他们通常都会说劳工阶级的家长大部分就是没有办法投入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能让孩子自然成长。那在台湾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家庭是这个样子的，包括像安晴提到的一些偏乡的家庭，隔代教养的家庭，他们可能最重要的能够为孩子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安稳的成长的环境，但他不太可去投入孩子的教育。但是除此之外呢，台湾劳工阶级跟比方说美国很不一样，是说他其实也有大一部分的家长，他们是非常希望孩子透过教育来阶级翻身。那在台湾有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很具规模的一个补习产业，让这些父母可以外包教育。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些父母虽然经济资源很有限，但他们可能愿意打2份工，把大部分资源投入给孩子上安亲班、上补习班、学英文，想象就是要让孩子可以透过教育来进行社会的流动。那这个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劳动阶级里面也有其实很分歧的这个拼教养的模式。好，那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是说，虽然说是靠着就是说一些年轻的教师他们的投入可以去补孩子们他们可能在教育上的一个 gap 这样子，但是你们一定也会不断的去面临到就是说，其实来自家庭的这种教养，它在教育上的造成的一个影响，这搞不好会让教师很无力这样子。
对，所以你们有没有去讨论，或者说怎么样去面对，就是说可能来自教养因素的这个冲击或影响这样？其实 TFT 在原本设计模型的时候，跟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第一个成立的为美国而教，在基本一开始在设计模型的预设就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一开始的所谓的改变理论里面，社区就是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那其实这几年就连北美的为美国而教的，他们也不断的在朝这个方向来看，谈所谓的 collective leadership， 就是共同的领导力。虽然 TFT 的工作是我们是一个人才的汇集处跟桥梁，那我们像相对年轻的人才，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才投入，其实他心中的姿态都是把社区成员或是其他共同在这一个生态系里面跟孩子息息相关的重要他人的角色，就是把社区当成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的姿态。第二个点是说，因为在这个前提之下提到的概念是，现在的公立学校在台湾某种程度确实是比较是以中产阶级的这个家庭为原型去设计的，只是在当时候设计的时候，这个需求者应该心中核心的需求不是考虑现代所看到的可能相对比较偏远蓝领或者是资源比较少的家庭，其实有很多原本就设计上不吻合的地方，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磨合。就像你说的，就是说老师可能会觉得很挫折，因为他办家长会家长都不来，然后老师们有时候会说最需要来的家长特别不会来那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老师的挫折你收下这句话，然后你往后分析一下，为什么所谓是最需要的家长他不会来呢？所谓最需要的家长可能在老师的眼中就是所谓的学生最有一些学习问题行为问题，那这些学习问题行为问题背后不管是吸毒酗酒服育都有离异，他父母亲的工作形态让他没有办法在身边，只能透过隔代教养，这背后就真的还有很多社会结构的需求在这边了。当他的经济运作，当他在地的发展等等等等，所以你如果往后推很多层的话，其实老师们的挫折，我再回来，老师们的挫折是说最需要来的家长都不会来家长会，可是其实这个家长会原本的设计其实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些家长原本所处的这个结构跟处境的。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点。如果原本公立学校现在在台湾之下习惯运作的方式，包含你预设家长会开的形式，包含你预设家长跟老师要扮演的相对的分工的角色，特别在疫情之下你去凸显，就是说这个很多预设现在是不符合他的现况的需求的。当你停课以后怎么办呢？你预设家长要做的事情，这些家长就算想做也做不了，更何况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环绕在他们身边。对，所以疫情会凸显这一些这个原本的设计跟需求状态的不符合。所以第三个点是说，当我们在思考创新的时候，你也在设计一个相对新的系统，那每一个系统都有它核心要回应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真的是公平优质的接住每一个孩子，那学校怎么样去设计才真的是能够让各个合伙人充分发挥他的角色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去做创新，比方说在云林就是跟几个基金会合作的一个公办民营的实验学校，那我们参与在里面，就是他们去改造了整个学校的预设，所以包含就是说进来的家长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所以说但是他要父母亲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签一个算是宣告型象征型的一个 form。 那在这个里面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学校就跟家长坐下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配搭，是可以把彼此的角色扮演好的，但双方都要有承诺度。那所谓的承诺可能是什么呢？比方说学校可能就会说我们需要你就是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就是可以视讯也好，或者是可以就实体参加也好，你留这些时间来参与在孩子的一些重要的时刻。可是相对的，比方说他有一些孩子他放学的时候，或者现在全国停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因为家庭的关系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那学校提供哪一些额外的照顾服务跟社区做结合的，让家长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学校找其他的合作机制把它接起来，这样子。对，所以在我们在这整个学校转型的过程里面，就是不断的回头去跟我们的合伙人去核对，说这个需求双方怎么样扮演才是合情合理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是这个学校转型很成功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就是他把这一些需求尽可能的放进去。我回应一下安婷好了。请说。好，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想想看，绝大多数老师都是中产阶级，那甚至是在中产阶级家长里面、家庭的背景里面长大。所以换言之说，其实并不是这个学校的设计里面也要刻意去排除非中产阶级的家庭而是小孩，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把我们个人的经验的局限所导致的有限的观点里面，我们认为那是适用于所有的家庭，或者是适用于所有的孩子和家长身上。那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你在做一件很好心的帮助别人的事情啊，但是其实你可能会造成其实是对方的压力。我想举一个例子，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英文书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 Boston 做的田野研究那其中我就到了这个 Chinatown 去参观，去观察他们的这个 Parental Education Workshop， 是专门提供给劳工阶级的中国移民或者是台湾移民，当然绝大多数是来自于中国。里面那套亲子教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亲子教育的内容。所以比方说各位可以想象的就比方说不能体罚嘛，对不对？然后要跟他说道理或者是你要惩罚他的时候，你要用这个 times out， 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他站在那边哭大。但我印象很深上完这个workshop 之后我跟其中一个来自于中国的爸爸在聊天，我就问他觉得这个 workshop 怎么样，尤其是 time out 这个策略怎么样那对于这些劳动阶级的家长而言，其实他很清楚知道说，到了美国之后他不能再打小孩了因为在美国打小孩可能是有很大的 consequence， 社工可能会到家里把孩子带走的。那尤其他作为一个移民他其实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所以他知道他不能打小孩，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教小孩。理论上他去 Chinatown 这个 workshop 是不是就应该要学会一些新的工具来帮助他吗？他就说听起来还不错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执行，因为我家里呢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他家里是一个 two bedroom apartment， 可是住了三个家庭因为他们经济资源很有限嘛，要挤在一起，然后总是会有一些新到的亲戚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老师也好，中产阶级的一个亲子教育的指导员也好，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我们会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想象别人。那所以我觉得我在写这2本书，其实想做的一件事情都是希望带入社会学观点，让我们提供一些反思的工具和角度。我想我们每个人视野都受到我们自己经验的局限，包括我自己那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比方说社会学的观点，我刚刚说我们要画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的经验或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这个地图里面的一块，那我们的方式跟其他人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别，又有什么相互的关联。那这个地图也许可以让我们跳脱那个我们很执着在个人的焦虑或情绪的那个角度，可以带进一些也许是更多的同理，也许是更多的一个透过结构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己个人的困境。对，我觉得刚刚2位讲的这个还蛮受用，因为其实过往比如说在台湾来讲，我觉得处理教育问题的好像是某一群人，可是处理教养问题的又是另外一群人，所以我觉得教育跟教养之间事实上它是互相交融的，就是说就像安平讲的，事实上现在比较新的概念应该就是用这种合伙人的方式来一起进行。可是我觉得当在讨论教育跟教养的时候，其实常常是分开来看的。其实我觉得佩嘉在书里面其实也为什么要同时去学校就是做田野，以及就是要进到家庭的现场做田，就是说对于主要教养者做深度访谈，我觉得这都是试图要去把家庭跟学校这2个教育现场能够融合在一起应该是说现在这个教养脚本，或者说所谓的教养里面重要的价值排序里面，我不晓得佩嘉觉得从你的研究里面，你觉得那个冲突最剧烈的点是在哪些地方这样子？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英文书好了，来看一下封面，它叫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讲教养的文化或者是教养的传统，我们好像会想象说
它是一个很固定的东西。但其实我们会怎么样去教养孩子，它其实本来就是不断的，不仅是与时俱进，而且要因地制宜。所以同样都是华人，同样都是台湾人，他到了不同的脉络里面，他可能要面对的挑战都是不一样，他也会做一些调整。那刚刚小瑞前面提到虎妈嘛，那其实我每次我的书的英文书一开头其实就会提到这个虎妈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蔡美儿 Mitra 她写这个虎妈的战歌，那这本书大概是在2009年出版的，所以就是什么金融危机之后。那金融危机之后，其实美国的经济因为很低迷嘛，那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感到很焦虑。那这个焦虑呢，很多是指向于对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还有亚洲的崛起。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想说，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怎么跟中国人学教养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可以面对将来更激烈的竞争？那其实我在美国做研究就是2011、2012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其实还是不是太理想。那我在当时访问的有些的台湾移民，他们甚至失业了，被 lay off。那这些人其实在美国都是很高学历，然后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他面对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面临那个挑战。那很多人，有些人甚至开始后悔，我当年是不是应该要回台湾，那也许我就可以在竹科创业啊。所以我常常讲这个虎妈的故事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文化的故事，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华人的传统啊，我们就是这样子严厉管教啊等等。但其实我在读虎妈战歌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它其实讲的真的是一个移民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少数族裔的故事就是尤其是对我研究的对象这些第一代移民来说其实我们要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在这个新的文化环境里面，我们又被认为是一个不只是文化上的异乡人而且可能是一个种族体系上的排除的对象。那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的不安的。台湾移民的中产阶级，还有台湾的中产阶级，我就会发现其实大家的教养都是很想要全球化的，可是这个全球化的意义还有方向很可能就因为你身所脉络的出现了变化。比方在台湾我们刚刚就听到了嘛，就大家都是对全球化有很多的向往，希望孩子可以有飞向一个更大的世界。我们想象的西方的教育其实都是非常正面的甚至是被浪漫化的，想象的美国小孩都有很快乐的童年想象美国的教育都是很 liberal 的可是相对起来，移民尤其是在我研究那个当下，他们想象的全球化可能是说美国有可能不再是世界的核心，我的孩子有可能要面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甚至他们可能要回到亚洲甚至他们要去中国工作。所以我要培养他的国际的多文化的能力，就不只是很会说英文反而是什么，我可能要 push 他要把中文学好因为中文很有用或者是我希望他可以学会什么一些我希望他能够培养一些亚洲人的个性的特质。那当然什么是亚洲人个性特质，其实是在这个脉络里面他被想象出来或是被标举出来，那些他觉得跟美国人很不一样。然后他觉得美国人太宠孩子了，美国孩子太多这个 a sense of entitlement， 觉得什么都我都自己最重要，别人都要称赞我。这个状况下他就会觉得什么那我要强调我的孩子必须要有一些，比方说我要很勤俭我要很努力我要很 discipline 我要很重视家庭我要孝顺父母就这些文化特质反而是在那个移民的 context 有时候会被更加 highlight 出来。因为移民父母感到不安，觉得说如果我的孩子我是用美国白人中产阶级那个方式去养他可能也会长得不错，可是问题是什么，他将来要面对的竞争绝对不是同样的标准，因为它是一个 minority。 大家都可能有听说，这个去年有一个保守的团体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移民父母去告哈佛大学嘛，认为哈佛大学有所谓的 Asian quota， 对亚洲的申请者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们想象其实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里面，你的种族身份尤其是你作为一个 Asian American很可能会带给你很多负面的影响。
甚至是要用更高的标准去期待你。所以他就觉得我必须要用什么？我必须要用更严格的方式，或者是更积极的方式去培育我的孩子。所以我在书里面说，反而是这些台湾中产阶级移民，他们更会去强调要培养出一种所谓的 ethnic cultural capital， 就是族裔的文化资本。他会觉得我过去台湾的那一套、华人的那一套、亚洲的那一套东西，我反而在这个移民的社会里面，我要更去保存它，或者是想办法培育到下一代，因为我的下一代面对的是更激烈的竞争。那相对起来，反而在台湾的父母，他想象全球化是要培育的是很西方的文化资本，他要强调的是我要怎么样让孩子更适性成长，更有快乐童年，更有一些 liberal 的发展，因为这些跟我传统的台湾环境是很不一样，所以这些对照就会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教养文化。它其实是不断的展现出父母在他的环境的限制下，以及在他资源的限制下，怎么样努力摸索出找到一个他认为他想象对下一代最好的方式。那我觉得我有同样的好奇想要问安婷啊，就是说你们在 TFT 的实践上面，因为我常常在很好奇说，那你们怎么去就是说去设定像你刚刚一直强调的公平优质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值上面，到底有哪一些核心是你们觉得是你们的目标？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就是好的，可以给孩子好的教育这样子，这个会牵扯到价值的 priority 的问题。那你们通常是怎么去讨论？你们觉得你们的价值的 priority 是什么？然后这个会不会跟台湾既有的教育体制是有一些冲突？我想分3个层次来答。第一个是说，对 TFT 自己来说，其实要定义出所谓的这个公平跟优质，是全世界都在，包含联合国定了 SDG 永续发展目标，包含 OECD 再从不同的大型研究去定义到底我们要验证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才是我们全世界应该共同追求的这个公平又优质。那答案大家当然都有一定的差异性跟多元性我觉得从里面可以萃取出一些类别，是对 TFT 来说，我们至少提供自己一些方向性的。那我们自己把它总结成3个 A 的简写那第一个是叫 Access， 就是资源的这个公平性管道，谢谢老师。对，就是说至少就是说让尽可能的让每一个孩子他所需要的教育资源陪他都是有管道可以取得的，所以让这个 access 是有它的公平性的这样子。第2个区块叫做 achievement， 就是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他不管要做哪一种方式的自我实现，他都基本需要的方面的基本能力的 achievement 去定义出来。这样子，那这个比较是找最大公约数，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当数学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当文学家，但他在现代社会要扮演好他的自我实现跟公民的角色需要的基本的认知能力 achievement 该到什么程度，这是第2个。那最后一个我们把它叫做 aspiration， 向往，或者是用教育比较相对比较官方的我们讲非认知能力。好，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弱势的研究，其实都是在这个区块。当我们在谈公平或者是优质的时候，过去比较多谈的是，比方说谁会考上台大，这看的比较是 achievement 层次或 access 的层次，对。但是比较没有在被制度性去衡量，对于一个人长期而言，他的人生的这个 fulfillment 更有甚至预测性的，反而不一定是他学习时期的这一个 achievement， 甚至更有预测性的是他的非认知能力 non-cognitive skills， 所以这些可能包含所谓他的恒毅力 grit， 可能也包含他的这一个社交智慧，就是他如何与人互动等等等等。那这一些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研究在谈，包含就是另外一个大家常谈的非认知能力是自制力，就是延迟吃棉花糖的能力。那很多我们在服务的相对弱势的孩子，其实他的不公平可能是反而更多展现在这一些所谓的非认知的面向上面，以至于像美国曾经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教育创新像他们最大的特许学校 KIPP， 他们有一个时期刚创立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
他们要他们的学生都能够考上大学，这是最明确的目标，因为在美国考上大学是能够翻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是这几年来他们也都修正了，他们把他们的目标从考上大学修正成要读完大学，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即使因为考上大学比较多看的是他的 achievement， 至少在学业上面能不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即使学业上到了，他为什么常常多数的这些学生读不完大学，其实有非常多其他的这些非认知能力的配套不足的时候，其实他仍然没有办法支持他去好像透过大学或透过读书这个机制去实现自己或成为社会有贡献的一份子。那所以他们就把目标调成要读完大学，因为读完大学意味的是他们也要去看孩子另外这个 aspiration 方面的面向。当然用更白话文说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来过台湾的偏乡，那个 aspiration 也包含孩子对于自我形象的认定，还有对未来的一个想，就是如果我们在谈土地认同、社区认同，其实很多的我们服务的所谓偏乡的孩子，他是很看不起自己的，如果有能力都想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曾经会有部落的校长很矛盾的说，难道我们最好的教育就是要教我们的小孩离开部落吗？就是说一方面其实当他 aspiration 的时候，其实他的基础是先始自于他的自我认同，以至于他有自我认同之后，他可以有更宽广的一些想象跟选项。第二个点是说，其实现在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教育，公立教育也好，实验教育也好，其实方向性上面都回到学习者为主体，学习者如何设定自己的目标，如何设定自己的成功。那教育有很多种目的嘛，那个 Sir Ken Robinson 他说教育至少有4种目的：经济目的，你要可以谋生；有社会目的，你要能够去扮演一个参与的一个公民；也包含文化目的，你怎么跟不同文化的人去相处共融。那当然包含个人目的，就个人实现的目的。那这些目的其实都还是要回到第二个点，是说个人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那我们怎么样不是用教育者为主体的视角去帮他设好目标，而完全忽略学习者自己的主体。那他用他的速度，他的方式，我们怎么样提供他环境，可以让每一个人就是到达，就是 generally 有这些方向性3A 的目标，但是用他的方式，用他的速度，然后也某种程度在更细的定义里面，用他的选择，去建构他所谓的教育成功跟优质，这样。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最后一个我想讲的是说，公立教育体系其实是工业革命后从普鲁士开始的一个发明嘛，它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快速有效率的普及化教育的问题。但是以现况来说，其实这个工厂式泰勒化的这种公立教育，它本质就是不公平的。你不用看到偏乡，每一个教室，就连在台北市的教室都有教育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速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可是当你泰勒化的时候，老师也就一张嘴巴，再厉害的老师，其实他都没有办法顾到所有的学生。所以我觉得在后疫情时代，当我们在探讨公平优质教育的时候，特别是以学习者为核心的时候，很多人会把专注点放在科技，好像科技就是为了可以解决远距或什么。可是其实忽略了我认为科技真正的核心是为了要回应公平优质的话，那科技是可以让个人化真正发生的。老师的角色跟学校的角色开始会转换，后疫情时代会逼着我们真的去反思，从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我们没有真的那么彻底去反思到底学校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哪一些学习是真的只能透过实体的就是与人的互动，实体的学校才能获得的学习，那哪一些个人化的学习透过科技，每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载具，他的速度，他的方式得到真正的公平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后疫情时代特别我们会需要更深刻去回答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大概3个点跟大家分享谢谢。我觉得这一段就是佩佳跟安婷的分享都好精彩哦。就是说，我觉得佩佳老师对于那个，就是说，在美国的亚洲人或华人，他们追求的可能会有一种有趣的文化资本的这个巩固，然后或者是说再重新追求，然后跟台湾或者是就是在跟台湾的家庭有什么差别？就是对西方价值的这种向往。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呈现出蛮大的一个图像的差异。然后安婷其实分享了，我觉得从一个一直在思考教育现场工作该做什么的，我觉得我听到很多就是充满着比较乐观的，其实未来我觉得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这种想象，这样子。听到你讲乐观，我就快速回应一下，我信奉的一个motto 比较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要在认知上悲观，但是行动上乐观。因为我觉得认知有
应该让我们悲观，觉得很沉重，改变不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做些什么，其实是要在行动上乐观。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好，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就是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就是跟2位主讲人一起讨论的这样？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安婷，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就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在学校的现场的观察，一直想说是不是能够看到在这个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对于教学现场的改变，科技能够代替，所以就是学校教学者的这样子一个角色的转换。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那么的专心，不晓得就是说安婷对这一方面的观察，或者是说对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刚提的其实并不完全不是说这个老师的角色是会被科技取代的。其实如果我们回到这个3A 的大框架的话， achievement 就是认知能力，相对是科技其实在认知的这一个学习上面是确实可以扮演一些辅助的角色的。我前阵子刚好在跟台湾我很敬佩的一个教育家，是成功大学的校长苏慧珍校长，在聊这件后疫情时代的教育的事情。他从成大的角度，他说他其实科技越来越发达的现在，他很担心他的学生好像越来越失去了真正与人连结 connection 的这一个能力，跟甚至是需求感，就是好像有点忽略了说真实的与人相连结其实人多么根本的一个需求那所以他们好像也没有被赋予很好的学习环境，去学习这样的能力，去社交甚至是孤单成为全世界最重大的病之一。就是日本前阵子才设了一个孤单部长，要来解决这个新时代的问题嘛。所以其实如果回到一个人或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推进， aspiration 的重要性我觉得会越来越重要，因为知识的学习、认知的学习可以终身学习的，而且它会一直演进的，一直会有新的知识产生，一直会有不断的学习发生，然后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有那样的及时性。可是您刚提的不管是社交、自制力、专注力，这些非认知的能力其实都真的不是科技非常能够取代的。那我相信其实我这段时间跟非常多国内国外的教育伙伴们比我更专家的这些意见领袖们在交流这一题，大家都在这个点上面是非常有共识的，就是说老师是绝对不会被取代，但是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老师的时间分配或精力更精准的用在机器人无法做到的部分就是所以如果你看 OECD 的 data 的话，其实全世界的老师多数的时间还是花在行政重复性的工作，特别在台湾的偏乡，我们的老师花1半以上的时间在重复性的比较偏行政型的工作，这些特别也是机器人应该可以取代的。让老师可不可以空出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有效的去发展孩子的非认知能力，去做个别化，有人叫做教练式的这种老师，而不是站在台上单向讲述型的这一种老师。对，所以我觉得谈的是老师角色的转换，倒绝对不是说老师会被取代这样子。对，有一位女士她有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因为真的是我也有观察到，像比较小的小孩子，现在目前为止，他们就常常已经开始有出现说像他们没有办法集中。我的问题就是说，像家长有些像作为母亲的，他们就开始会把很多问题推给他的先生，所以像而且他会非常非常的就把他们自己的他们在工作上面的压力传给小孩子。我的疑问就是说，要怎么样去让这些家长有个可以抒发他们的压力的一个方式？不晓得老师有什么比较好的意见？就是母职或者说女性受到的那个挤压，其实佩嘉好像在你的书研究里面其实有观察到蛮多的这样。我想刚刚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特别针对说疫情期间包括工作啊、家庭生活还有教育方式的各种转变，那是不是会因为性别或者是阶级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嘛？那其实我想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加拿大，我想都是一样就是说其实它对整个家庭生活造成的冲击会因为阶级和性别而有不同那比方说其实很多的研究其实都指出来说，现在这种 work from home
工作的模式，结果其实反而是强化了这个母亲的压力，就变成说既是这种双薪家庭里面的职业妇女。当爸爸和妈妈都在家里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孩子的教养和照顾的责任都是高度不均的分配在母亲和父亲的肩上。这种照顾的性别分工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外包这个送孩子去学校，反而会更强化这个母亲肩上的负担，以及性别之间的不均的分工。好，那另外当然阶级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现在都说 work from home， 可是其实不是人人都能 work from home。那其实是白领专业者其实是最不受到影响。那我们讲这种 essential worker， 对不对？尤其是一些蓝领的需要体力的，或者是提供实质的服务劳动的人，他是不可能在家工作。那如果不可能在家工作的话，那谁来负担他的照顾，或者他怎么样去协调工作和照顾之间的冲突？其实对这些家庭的冲击就是更大的。可能想问一下，就是教授跟安婷这边对于全球化这个，对于韩国他们的本身对于家庭教育跟他们孩子的期待是有一定的脉络的，然后可能也跟他们现在的教育状况下对于可能整个社会的可能孩子一定要进前大，然后他的整个的未来的路线，他可能才会有比较好的发展的这样子的社会压力下，有没有什么看法跟想法这样？那其实一方面来说，其实台湾跟韩国有很多非常类似的地方。在教育和教养的部分，尤其是包括这种对全球化的，在这演讲过程中，我也觉得有一些地方其实是跟韩国很不一样的。那一方面就是这特别就是在我们整个教育的体系，包括这个韩国的教育的竞争的程度，其实是台湾远远不能相比的。对于你未来的这个劳动市场的发展有非常关键的影响。所以相对起来，我确实觉得在台湾这个教育体系里面，还是有比较多的空间和余裕，可以让孩子用适性发展的方式去发展他自己。那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台湾的民主还有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整个亚洲社会里面其实是相对成熟的。那包括像我刚刚讲的，整个这个教育体制的松绑所打开的这个实验教育还有自学的空间，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亚洲里面最大的。我们最近想说，在今年这个台湾的奥运的表现，新生代的选手，这很多让我们大家很耳目一新的表现。那其实我觉得这些表现不只是像呈现了安琪刚刚讲的这个 achievement。不只是他们这个运动场上的竞技能力而已。我觉得在这些新生代的台湾选手里面，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 aspiration， 一些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比方说，他们其实也都不只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选手而已。他们都有非常人性化的表现，他们去建立跟其他的选手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选手之间的友谊，或者是一些这个很有礼貌、很谦逊的互动。人不再只是国家的棋子，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谈的台湾的这几十年来教养脚本的变化，以及教育体系的改革，我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的。我因为一直听到老师和那个刘老师这边会一直讲到适性发展这件事情，可是在适性发展这一部分跟我们的社会给予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甚至给予父母的价值观，就是在父母这一辈他们怎么去平衡，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就是他们该怎么去平衡所谓的适性发展跟真正要他们去上什么大，或者是说他必须一定要他运动也要得金牌，然后画画也要得第1名的这种平衡上面该怎么去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因为我觉得有很多
孩子一旦适性发展之后，他们的压力反而变成是他今天这个艺术方面没有红起来，然后没有得到金牌，他们可能就永远都会在笼罩在一个很可怕的期待下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哦，但是恐怕没有办法有一个容易的回答哦，因为我觉得教养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原因是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家长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那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个平衡。那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就是说，其实适性发展这个口号哦，其实说起来容易哦，但其实做起来其实很难。那一个困难就是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又想要孩子自然成长，可是其实我们也还是希望他什么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经济安全嘛。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安稳的人生啊。那或者是说第二个挑战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让孩子摸索吧，找到他自己的兴趣啊，然后让他这个找到他心之所爱哈。但坦白说，其实很多孩子在过程中根本搞不清楚他的兴趣在哪里，根本搞不清楚他爱什么。我们过度的去强调，好像你一定要找到你什么生命中的志趣或者是天职，其实很多时候对另外一些孩子可能造成莫大的压力，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或者是我们另外一种更常见的就是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有些父母又太重视孩子的自然成长了，太重视孩子的快乐童年，好像觉得我不能给孩子任何的压力，那所有不快乐的学习我都应该避免啊，那很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些非预期的后果，就是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困难啊，或者是一旦事情变得很难或者是容易失败，他会想要退缩。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刚刚讲这些方方面面，其实大家就是想办法在过程中找到一些平衡。那我觉得比较关键，其实对于父母来说，答案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啊。就说我刚刚讲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我刚刚讲这些不同目标中间，我们要找到一个折中，这个折中点在哪里？显然也会因为每个孩子而有不同，显然也会因为每个父母条件而有不同。其实我在写《拼拼养》这本书里面，我一直想要告诉父母一件事，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想的教养，世界上只有 good enough 的教养。那这个 good enough 呢，就回到父母端。我觉得父母不需要牺牲自己来给孩子最好的教养，因为在你这个牺牲的过程中，你很可能会不知不觉的给孩子太多的期待，给孩子太多的压力，那结果造成的其实是父母和孩子双方之间都太多的紧张。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孩子端还是父母端也好，我们刚刚安琪说学校和家长是合伙人，我觉得父母和孩子也是合伙人啊，也是 partner 啊，其实大家是一个 team 啊，你没有道理要其中的一个合伙人单面的牺牲。所以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双方都在父母在他能力和条件允许的过程中，提供给孩子 good enough 的教养和教育的资源和环境。那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学会为自己负责啊，也要学会体谅父母，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一个团队。没有，我刚刚就老师讲的，我觉得比我讲的好太多了。我刚刚透过荧幕这边在完全在可能演示一个，就是说同时要兼顾这些角色。那我只想快速 echo 老师最后讲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从教育的角度，我家长资历很浅，但是从教育者，因为就是家长跟教育者有些类似的焦虑跟类似的期待。那我自己会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也都跟我的新老师这样说，就是到最后真正最重要的是那个以身作则，就是你如何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那真的没有正确答案，就是每一组合伙人，每一个团队在寻求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所以 it's not a destination, it's a journey。所以我觉得我只想 echo 老师说的，就是说我或许家长的 journey 才刚开始，但是陪伴很多教育者
的 journey 里面，我觉得那个焦虑的自己，其实以身作则起来，也真的也会影响孩子如何看待他所碰到的困难，如何看待他所碰到的未知，如何看待他所碰到不一样的人，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如何找答案，甚至如果我们找错答案了，我们如何面对错误，其实这些以身作则的价值，我觉得都远高于到最后我们有没有找到那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谢谢老师，然后就快速也收个尾，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还蛮开心，就是说对于拼教养的这个书，其实进行了蛮多深入的一个讨论。那我自己最后就是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这样今天听的1个多小时的心得啦，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在所有的，因为感觉上这2年的疫情可能促使了很多，不只是教育，就是说在很多领域上面都被迫要转型，就是因为在基础上很多人跟人的沟通连接方式就必须改变了。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做出版，我们在出版的很多讨论上，包括我们的书要如何跟读者做沟通，然后要如何把我们的新书的讯息传递出去，跟议题的讨论传递出去，都必须在网络啊、声音啊上面做非常多新的界面的接触哈。那所以其实这些也不一定会完全取代我们跟读者实体面对面的沟通。所以，但是如何去搭配，这势必是一个一定要转型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想，其实，在完成这一些我觉得更 radical、更彻底的转型之前，其实要有一个工作一定要做，就是我们必须要更多元的看见，就是教育跟教养里头的多元性跟差异。我觉得这个是拼教养这个书，其实你不一定要在这里面找 solution 嘛，就是说不太可能有人可以给标准答案的，因为这就是过去教育给的就是标准答案嘛。那现在的整个教育的思考应该不是要找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些新的方法如何让我们去看见多元的差异，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看见多元性跟差异，其实你不可能在就是说在很多的现场里面去调整做法的。对，所以我就在此谢谢今天参与的各位，包括刚刚提问的各位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拜拜，谢谢。